你是否曾在一个满是人的房间里感觉自己是隐形的？你是否曾在屏幕熄灭，那个承诺连接的数字世界抛弃你的那一刻，感受到沉默那压倒性的重负？尽管网上有数百个朋友，信息流永无止境，你却没有真正与任何人连接，更不用说与自己连接。这是一种现代而痛苦的悖论，一种困扰我们的无声瘟疫。你观察着他人完美策划的生活，一场成功与幸福的游行，而内心深处却回荡着冰冷的回声，一个无声的问题：我呢？这种空虚不是你的错，这是一个将噪音与陪伴、数字存在与真实连接混淆的世界的症状。你所感受到的痛苦是一个信号，表明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已经丢失。在这种状态下，你变得被动、脆弱，你的心境成了一名人质，依赖于一个通知、一条信息，任何一个表明你没有被遗忘的外部信号。你手机的沉默成了对你价值的判决。孤独不再是缺少人，而是变成了一个活跃的敌人，一个在你安静的时刻追逐你的影子，迫使你面对一个你拼命试图用分心来填补的空虚。你感觉自己像是生活竞技场上的观众，看着别人生存、去爱、去连接，而你却留在外面，脸贴着一块看不见的玻璃，感觉被遗忘，自己存在中的一个幽灵。这不是一种值得过的生活，而是一个需要忍受的牢房。但如果我告诉你，这种痛苦不是一个判决呢？如果这种孤立感不是一个深渊，而是一个召唤呢？一个向内探索的旅程的邀请，去往唯一能找到真正陪伴的地方。这个视频不会给你提供多交朋友或保持忙碌之类的空洞解决方案，那只是治标不治本。今天你将收到一些更强大的东西，将孤独的毒药转化为独处的良药的工具。我们将引导你完成构建你内心堡垒的5个古老实践。你将学会不再成为你孤独的受害者，而是开始将其用作最强大的自我建设工具，成为你自己平静的设计师。从外部依赖到内部主权的旅程现在开始。现在，在我们开始建立你的城墙之前，让我们奠定第一块砖。点赞以确认你对这次旅程的承诺，并订阅频道，以免错过建设的任何一步。作为你有意识存在的第一个行动，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次转变。在评论中看看，在这条探索之路上，你并不孤单。这是你走出观众席，进入竞技场的第一步。现在就做，让我们开始。解决这种深刻空虚的办法不在外部世界，不在于又一个应用程序、又一个派对，或又一次试图被注意到的尝试。疗愈在于一种心智的技术，一种在古罗马帝国的战场和权力走廊中锻造出来的古老艺术。我们谈论的是斯多葛主义，但不是教室里和布满灰尘的书本中的斯多葛主义。我们谈论的是它被设计成的样子，一本人类心智的操作手册，一个在你内心建立不可动摇的陪伴的武器系统。你没有坏掉，你只是在沉默面前手无寸铁。斯多葛主义不会给你分心，它会给你一把剑和一面盾。它将教你在你的内心找到一个如此戒备森严的堡垒和一个如此繁荣的王国，以至于外部噪音的缺失成为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威胁。这里是会为你改变一切的重塑。让我们停止称这种感觉为孤独，开始称它为战略性独处。孤独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它是一种缺乏、空虚、被动的状态。你是受害者，在其中，你的心智变成一个战场，你的思想是敌军，而战略性独处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一种充实和有力的状态。它是你的指挥中心，在这里，你刻意地从世界的混乱中退出，去训练，去反思，去加强自己。孤独是在黑暗中削弱你的毒药，战略性独处是你自己制造的解药。用沉默作为主要成分来培养清晰、韧性和自制力，这不是一个新想法，这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智慧。想想罗马的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度过了无数个夜晚，不是在宴会上，而是在帝国寒冷的边境，在战争中独自一人在他的帐篷里。正是在那里，在最深的独处中，他写下了《沉思录》，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关于内在力量的手册之一。他不是在哀叹他的孤独，
他是在利用它作为他灵魂的熔炉。他与自己对话，在外部世界崩溃时加强他的内心城堡。他证明了最大的权力不是来自对他人的指挥，而是来自对自己的主宰，一种在刻意独处的沉默中培养和完善的主宰。第一个实践是最亲密的，通过内心对话的实践，将你内心的批评者转变为一位智慧的顾问。拿一本笔记本，一个空白文档，开始为自己写作，不是关于你一天中发生了什么，而是关于你对发生的事情作何反应。这不是记录事件的活动，而是剖析你的印象、你的恐惧、你的焦虑和你的挫折。这是将你脑海中嘈杂的混乱取出来，并将其组织成页面上清晰的文字的行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开始将自己与你的反应性思想分离开来，并以一位将军分析地图的沉着来观察他们。这本日记成为你的训练场、你的镜子和你最诚实的对话者。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巨大而直接的。你的心智不习惯被观察，会抵抗，他更喜欢反应性的混乱漩涡，在那里情绪尖叫，理性沉默，安静地坐下来写作。起初会觉得不自然，甚至痛苦。那个评判你、贬低你的内心批评者会试图破坏这个过程，说这是浪费时间，你的问题太大了，用纸笔解决不了。这是逃避自我审视不是的自然倾向，寻求下一个分心，下一个可以淹没当你最终决定倾听内心时浮现出的不舒服真相的噪音。沉迷于外部刺激的心智将内省视为一种威胁。你需要明白，这种抵抗正是这项实践如此关键的原因。没有这种结构化的对话，你脑海中的声音就是一个没有对手的暴君，它编织着受害者、不称职和绝望的叙事，而你将它们作为绝对真理接受。孤独以这种暴政为食，它让你相信你感受到的空虚是你无用的证明。斯多葛日记是你的起义行为，在这里你将这个声音置于证人席上并审问它。这种情绪真的合理吗？对此最理性的观点是什么？塞涅卡会对这种挫折说些什么？写作迫使你放慢速度，并在以前只有恐慌的地方运用逻辑。想象你的心智是内心城堡，失控的内心批评者是驻扎在主门的一个叛徒哨兵，他为任何入侵者焦虑、怀疑、绝望敞开大门。他喊着不存在的危险，并最小化你真正的力量。内心对话的实践是替换这个哨兵的行为。通过写作，你不是在发泄，你是在训练一个新的守卫，一个冷静、理性的守卫。他知道真实威胁和影子之间的区别。空白的页面是训练场，你在这里教导这个新守卫，也就是你的理性，在允许任何思想进入你内心平静的城墙之前，先质疑它。这个新守卫，你的智慧顾问，学会识别敌人的模式。他注意到一个小的外部触发器，比如一条未回复的信息，如何能引发一连串灾难性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每天的写作重复，他成为识别这些虚假威胁的大师。他学会用坚定而平静的声音告诉你，这只是一个印象，不是现实。没有必要动员防御，保持坚定。日记成为赢得战斗的记录，一本由你为自己建立的、用于捍卫你宁静的有效战术手册。这是你个人的战斗情报。将批评者转变为顾问的过程，不是关于盲目乐观，它是关于战略清晰。你不是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写的是情况是这样，我的情绪是这样，最初的反应是恐慌，但有德行的回应会是那样。我能控制的只有我下一步的行动。这是一次灵魂的审计，你开始意识到，你大部分的痛苦不是来自事件本身，而是来自你对他们的判断。孤独不是缺少人，而是判断这种缺失是无法忍受的。日记让你重写这个判断，通过持续的实践，一些显著的事情发生了。对外部验证的需求开始急剧下降。为什么？因为你正在建立所有验证中最强大的来源，内部的你智慧顾问的意见，在逻辑和自我分析中锻造而成，变得比你曾如此渴望的点赞、评论或邀请更重要。你意识到，你拼命在外面寻找的陪伴，实际上是你没有在内部培养的陪伴的回声。
沉默不再可怕，因为它成为你可以进行一天中最重要对话的空间。这门纪律的实际结果是情绪主权，你不再是一艘漂泊的船，被环境和他人的意见的波浪来回抛掷，你成为自己船的船长。那个曾经破坏你的声音，现在成为你最伟大的盟友，一个基于原则而非恐慌来引导你的内部向导。通过主宰内心对话，你为你的堡垒奠定了基础。墙壁可能仍会受到外部世界的考验，但其中的指挥官保持着宁静，不可动摇，并且第一次真正的在良好的陪伴中。这项实践并不能消除世界上的问题，但它让你比问题更强大。它不会阻止你感到痛苦，但它教你不要不必要的受苦。通过将批评者转变为顾问，你发展出一种不是傲慢，而是沉默而深刻的自信。这是知道无论世界变得多安静，无论谁来谁去，你总能接触到你内心守护者的智慧和力量的自信。孤独变得不可能，因为你从未真正独自一人。最重要的对话总在进行中。这第一点的结论是一个力量的宣言。通过掌握内心对话的艺术，你在对抗孤独的战争中征服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领土。你学会了平静，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存在一个训练有素的内部顾问。斯多葛日记是你锻造这位顾问的工具，有了它，你不再是你反应性思想的奴隶，而成为你个人叙事的主人。你在这里获得的力量是所有其他力量的基础。你在一个风暴般的世界中成为自己的锚。第二个实践邀请你走出去，让身体运动起来，以整理思绪，沉思行走的实践。这不是戴着耳机听播客的体育锻炼，这是一次与自然的刻意相遇。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的相遇。指令很简单，独自走路，在公园，在小径上，或者甚至在你城市安静的街道上，没有耳机，没有手机，没有分心。目标是让你脚步的节奏与你思想的节奏同步。行走成为一种动态冥想，身体的运动帮助解开思想的结，清晰自然而然的浮现，而非强求。对这项实践的抵制是微妙但强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教会我们优化每一秒的文化中，仅仅是走路，没有明显的生产目的，不消费信息或娱乐，似乎是浪费时间。沉迷于多巴胺的心智会尖叫着要刺激，你会感到几乎无法抗拒的冲动，去拿手机检查通知，用任何东西填补沉默。冲突在于需要持续在线和简单存在的古老呼唤之间。这是与相信与自己的思想独处，没有明确目标，是无聊甚至危险的信念的斗争，因为它可能迫使你面对你一直在逃避的东西。这种在运动中逃避沉默，是企图逃避自己的陪伴。如果你需要播客来走路，你不是在寻求锻炼，你是在为你的心智寻找一个保姆。沉思行走的实践迫使你解雇这个保姆，它让你与你的意识进行1对1的会面，而你周围的场景、天空、树木、风，成为这场对话的背景。这具有挑战性，因为起初内心的噪音可能会震耳欲聋，所有你用数字噪音压抑的担忧、焦虑和任务清单都会浮出水面。行走是这些思想最终有空间展示自己、被看到，并最终平静下来的舞台。再次想象你的内心城堡，一个混乱和反应性的心智，就像一个内部地图丢失的堡垒。房间杂乱无章，走廊黑暗，你再也不知道你的资源存放在哪里。沉思行走是重新绘制这张地图的行为，每一步都是你画的一条线，连接思想，处理情绪，清理路径。身体的节奏性运动像心智的组织者一样运作。在一个房间的安静中，显得混乱的想法开始排列整齐。在开阔的天空下和血液流动中看待时，看似无法逾越的问题揭示了新的视角。当你走路时，你的焦点自然地在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之间切换。你观察一朵云的形状，一颗树皮的纹理，有一瞬间，你的心智清空了忧虑，然后一个关于工作问题的想法回来了，但现在它看起来不同了，不那么有威胁性。它被你周围世界的大小所衬托。大自然不给你答案，它给你尺度。它以一种令人安慰的方式提醒你的渺小，表明你的问题，尽管在你脑海中看起来巨大。
但只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小部分。行走成为一堂谦逊和视角的课。塞涅卡谈到暴露在户外和开阔的天空下的重要性，声称心智随着行走而扩展。这不是一个神秘的概念，而是深刻的心理学。待在封闭的环境中不动会滋生反复和循环的思维。然而向前的运动也鼓励思维前进，就好像每走一步都把一个地方抛在身后，你也象征性的把旧的思维模式抛在身后。一个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很少是通过强迫心智不断的专注于它来找到的，而是通过给它空间和运动，让正确的连接有机的发生。通过定期实践，沉思行走成为一个便携式的圣殿。你发现你不需要昂贵的静修或完美的条件来找到平静，你只需要一双鞋和决定放下你的分心30分钟。这种认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解放。它教你，宁静不是一个要达到的目的地，而是一个你可以通过简单而刻意的实践来进入的状态。你开始渴望这些时刻，不是作为逃避，而是作为回归自我，在现代生活的混乱中进行必要的重新调整。你从这项实践中获得的力量是按需获得的头脑清晰。你培养了使用自己的身体和周围环境作为调节你内部状态的工具的能力。你不再求助于屏幕来冷静下来，而是求助于一次行走。你学会健康地处理情绪，让它们随着运动流动和消散，而不是停滞不前，在内部腐烂。心智变得更灵活，更有创造力，更有韧性，因为你定期训练它在运动中找到秩序，在自然中找到视角。沉思行走让你与一些原始的东西重新连接，你的身体，你的呼吸，物理世界。在一个试图将我们变成纯粹的数字化身的世界里，这是一种激进的接地行为。它提醒你，你是一个进化来移动、观察环境、存在的生物。通过尊重自己的这一部分，你以一种抽象思维本身无法做到的方式，加强了你的内心城堡。你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植根于物理现实。你的心智可以从中以更大的稳定性和力量运作。最后，沉思行走摧毁了你需要某物或某人才能感到完整的幻觉。它以体验的方式向你展示，你已经拥有产生自己清晰与平静的工具。运动、自然和沉默的结合成为你最可靠的盟友。你成为一个探险家，不是探索遥远的土地，而是探索你自己心智的广阔而迷人的领土，并且你发现在这片领土上有取之不尽的力量、智慧以及是的极好的陪伴。第三个实践是对注意力经济的反叛行为，数字沉默的实践。这是你刻意与不间断的噪音断开连接，以便与你自己意识的信号重新连接的机会。任务是指定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可以从1个小时开始，也许是周末的一整天。在这段时间里，你完全关闭所有屏幕，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电视。这是一次多巴胺斋戒，一次对外部验证和无尽无关信息流的排毒。目的不仅仅是避免分心，而是创造一个刻意的真空，以便让更重要的东西来填补它。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存在。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所有冲突中最本能的，因为它直接攻击了一个现代的成瘾。在你数字斋戒的最初几分钟，你会感到一种不安，一种被称为 FOMO 害怕错过的深刻不适。你的手会伸向通常放手机的口袋，你的大脑会创造紧急的理由来打破沉默。如果有人需要我怎么办？如果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办？这种焦虑是多巴胺戒断的症状。我们被条件化的将通知的哔哔声与一个小奖励联系起来。我们的大脑现在渴望这种持续的流动。数字沉默迫使你面对这种条件化的深度。这种对持续连接的需求是一种掩盖了深刻断开的幻觉。事实上，当你永远对数字世界可用时，你对自己变得完全不可用。你把你注意力和情绪状态的钥匙交给了那些旨在让你保持参与、焦虑和不满的算法。数字沉默的实践是把这些钥匙拿回来的行为。这是一个声明：你的注意力是你最宝贵的资产，并且你也只有你将决定如何投资它。这很难，因为它迫使你面对你一直用别人的噪音填补的空虚，
而最初的对抗可能是可怕的。让我们回到内心城堡的比喻，持续的数字信息、通知和社交媒体流，就像允许嘈杂的商贩和外国间谍自由进入你的堡垒。他们不仅分散你治理你内心王国的任务，而且还用有毒信息污染你的水源，比较、嫉妒、愤怒和焦虑。你的人民，也就是你的思想，变得生病和不安。多巴胺斋戒是关闭大门的行为，这是颁布一个隔离期，以驱逐污染者，让你纯净的心智之源，也就是你的头脑清晰，再次清澈的流淌。在沉默的开始，混乱似乎加剧了。你城堡的居民习惯了噪音，会抗议；焦虑和无聊会敲打墙壁。但如果你坚持下去，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沉默不再是空虚，而是变成了一个空间，一个可以深入思考一个问题，而不会每30秒被打断的空间，一个可以读书并真正吸收其思想的空间，一个可以简单的坐下来观察周围世界，注意到数字化的匆忙让你无法看到的细节的空间。你的专注能力，这个21世纪的超能力，开始得到恢复。艾比克泰德教导我们，生活中的主要任务是区分我们能控制的和我们不能控制的。世界的信息流不在你的控制之内，但是否消费这些信息的决定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数字沉默是这种控制2分法最实际的练习。你离线度过的每一个小时，你都在训练你意志的肌肉。你以无可否认的方式向自己证明，你的平静和满足不依赖于设备屏幕上发生的事情。你正在从对外部验证的需求中解读。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开始意识到大部分数字噪音是多么肤浅和无关紧要。你在斋戒期结束后回到线上，发现你没有错过任何重要的东西，世界没有停止。社交媒体上激烈的讨论被证明是茶杯里的风暴。这种认识给了你巨大的力量，选择性冷漠的力量。你学会选择你的信息战场，有意图的消费内容，而不是被它消费。你的心智以前是数字垃圾的被动收集者，变成了一个智慧和有用信息的主动策展人。你从数字沉默中获得的力量是恢复你自己的心智，这是以一种在现代世界几乎变得不可能的方式进行深度思考、真实感受和与当下连接的能力。你从反应性的监狱中解放了自己，你的情绪日程不再由算法决定，而是由你的价值观和你的刻意选择来决定。无聊曾经是你的敌人，变成了你的盟友，通往创造力和深刻内省的门户。你发现真正的连接不是通过屏幕发生的，而是在允许你与自己连接的沉默中发生的。而且矛盾的是，通过成为自己更好的伴侣，当你决定与他人连接时，你也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你的互动变得更有存在感，更有意义，因为你不再在其中寻求填补你的空虚，你从一个充实的地方进行互动。数字沉默不是将你与世界隔离，它让你准备好以你自己的方式与世界接触。这一项实践的结论是变革性的。你不需要世界来娱乐你，但世界需要你的存在。通过戒除数字世界的廉价多巴胺，你重新发现了已经存在于你内心和周围的快乐和满足的源泉。你成为你注意力的主人，而谁主宰了注意力，谁就主宰了生活本身。被社交媒体的伪关系放大的孤独，当你意识到你失去的最重要的存在是你自己的存在时，就消散了。第4个实践是我们锻造韧性的地方，自愿不适的实践。这是一门纪律，刻意的在独处中完成一项将你推出舒适区的困难任务。它不必是极端的事情，可以是一个冷水澡，提前1小时起床锻炼，做你一直在拖延的任务，或者独自学习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技能。目标简单而深刻，亲身向自己证明你比你懒惰的心智让你相信的更强大，更有能力。这是在你自己设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对逆境的受控训练。内心冲突是自满和舒适无所不在的声音。我们的生物学和现代文化将我们编程为寻求阻力最小的路径。当热水如此宜人时，为什么要洗冷水澡？当床如此舒适时，为什么要早起？这个声音低语说你应该休息一下，你已经承受了足够的压力，不需要更多的困难。
他向你兜售幸福，在于没有任何不是的谎言。自愿不是的实践是对这种安逸暴政的直接挑战。承认成长和舒适是相互排斥的，非自愿的受苦使我们成为受害者，自愿的受苦使我们成为战士。这两种体验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当生活给你带来困难时，你的自然反应可能是恐惧和怨恨，但当你选择困难时，你就在掌控之中。你是行动者，不是承受者。这种选择更艰难道路的行为，即使是在小范围内，也会重塑你与逆境的关系。你教你的神经系统，不是致命的威胁，而是成长的刺激。这是将疫苗的原理应用于你的意志力。你将自己暴露于一小剂困难的病毒中，以便将来对更大剂量免疫。在我们的内心城堡中，自愿不是卫戍部队的训练。一个拥有未经训练、只习惯于和平与奢华的士兵的堡垒，在第一次攻击的迹象下就会崩溃。这些士兵是你意志力、纪律和韧性的储备。冷水澡是黎明前的起床号，艰难的锻炼是战斗模拟，拖延的任务是后勤训练。每次你选择做困难的事而不是容易的事，你都在加强你的士兵，他们变得更警觉、更强壮、更有信心，在真正的围攻发生时保卫堡垒。孤独感往往因脆弱和无助感而加剧。你感到孤独，而且无法处理你的问题。自愿不是直接攻击这种软弱的看法。通过独自完成一项困难的任务，你获得了对自己能力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没有人为你鼓掌，没有人强迫你，只有你，也仅仅是你。这种无声的胜利比任何外部赞扬都强大1000倍。它建立了一层不被他人意见动摇的自信，因为它建立在你自己的克服经验之上。马可·奥勒留不断提醒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是他思想的产物。通过实践不是，你不仅在改变你的行动，你还在改变你思想的质量。你不再想我处理不了这个，而是开始想我以前处理过困难的事情，是出于自愿选择的，我也可以处理这个。你实际上是在为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证据目录。当孤独向你低语说你软弱和依赖时，你将有一个经验的图书馆来大声反驳说那是个谎言。想象一下这项实践的累积影响，每天一个小小的纪律行为，1周内就是7次胜利，1个月内就是30次，1年内你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那个曾经害怕最小不变的人，现在寻求挑战；那个感觉自己是环境受害者的人，现在是自己为一名持续训练的运动员。这种身份的改变是最大的回报。你不再是一个希望生活轻松的人，而是成为一个为自己能在生活困难时应对而自豪的人。你获得的力量是激进的自信，不是喧闹的傲慢，而是那种沉默而不可动摇的确定，你可以依靠自己。当你知道你可以自愿面对不适时，生活中非自愿的不适就失去了很多恐吓的力量。孤独、失败、拒绝，这些挑战仍然会痛苦，但他们不再会让你瘫痪。你会将他们视为训练你的卫戍部队，加固你城堡城墙的又一个机会。你学会了真正的安全不是来自一个安全和可预测的外部环境，而是来自一个强大和适应性强的内在品格。你停止试图控制世界以避免不适，而是开始加强自己，以便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茁壮成长。这就是斯多葛自由的精髓。它不是关于拥有你想要的，而是关于能够应对任何发生的事情。而这种能力是一砖一瓦地在每一次刻意的不适行为中建立起来的。这项实践的结论是，力量不是你拥有的东西，而是你建立的东西。而建设发生在不适的竞技场中。通过自愿拥抱困难，你将孤独从一种脆弱的状态转变为卓越的训练场。你成为自己的教练、自己的导师和自己的英雄。一个在不适中找到力量的人，当他独自一人时，再也不会真正感到软弱或无助。他只是在他偏爱的训练场里。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实践，是用人类有史以来最优秀的陪伴来填充你的独处、自我参照的实践。这意味着阅读伟大的大师，如马可·奥勒留、塞涅卡和艾比克泰德等斯多葛派学者，或任何其他其智慧与你产生共鸣的思想家。
不是作为一个被动的学生，而是仿佛在与他们直接对话。你不仅是在阅读页面上的文字，你是在寻求建议，提出问题，并与那些面临与你今天面临的相同存在挑战的心智连接。这是将阅读从一项孤独的活动转变为一场跨越世纪的丰富对话的行为。这里的内心冲突是现代心智的急躁，我们习惯了快速的答案、5分钟的摘要和易于消化的内容。坐下来阅读一篇需要专注和反思的密集古老文本，似乎是一项艰巨的努力。心智会游荡，手机会呼唤，平庸的声音会低语说：“这太复杂了，你没有时间。”此外，还有自我的障碍。相信我们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那些2000年前死去的人没有什么相关的话要对我们说。这项实践要求谦卑地认识到，人类的状况没有改变，他们的智慧是永恒的。当你感到孤独时，通常所缺乏的不是他人的物理存在，而是智慧和视角的在场。你在自己的问题中溺水，因为你的参照点仅限于你自己的经验。通过与智者对话，你打破了这种孤立，你把你的问题、你的焦虑、你的不称职感、你的恐惧呈现给塞涅卡。你读他给卢西利乌斯的信，突然间你意识到他正在直接与你说话，提供实用的建议和哲学的慰藉。你不再独自面对你的问题，你与历史上最杰出的心智之一为伴，他致力于帮助你。在你的内心城堡里，这项实践是组建一个智者委员会的行为。当斯多葛日记训练你的内部顾问时，阅读伟大大师则是邀请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和领袖进入你的作战室。马可·奥勒留坐在你的右边，提醒你你的责任和万物的无常。艾比克泰德坐在你的左边，无情地质问什么在你的控制之下，什么不在。你不再独自统治，在做出重要决定之前，在对危机做出反应之前，你可以退回到你的内心图书馆，问我的委员会对此会怎么说。阅读成为一种主动而非被动的行为。你旁边应该有一本笔记本，当一段话触动你时，记下来，用你自己的话重写它，在纸上向作者提一个问题，并尝试根据他的教导来回答它。例如，塞涅卡，你说不要为想象中的问题受苦，但当我的心智是一台制造灾难的机器时，我该怎么做？然后你继续阅读，寻找答案。这种方法将阅读转变为一种实践训练，一种个性化的哲学咨询。书本不再是物体，而成为导师。与智者的这种对话为你提供了心理学家所说的自我参照。你开始将自己视为追求美德和意义生活的长久人类谱系的一部分。你的问题失去了他们的个人尖锐性，成为普遍人类挑战的例子。这种认识是深刻慰藉的。孤独在只有我这样感觉的信念中茁壮成长。阅读经典摧毁了这种信念，表明我们祖先的心灵和思想是由与我们相同的材料制成的。他们找到了穿越黑暗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导师的智慧开始内化，他们的声音与你自己的内部顾问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在愤怒的时刻，你会听到艾比克泰德的回声问：是这个阻止你运用你的理性吗？在悲伤的时刻，你会感觉到马可·奥勒留的手放在你的肩膀上，提醒你失去不过是变化，而变化是大自然的喜悦。你随身携带他们的智慧，你的堡垒不再只由你一人防守，而由一个智者军团防守。你从这项实践中获得的力量是接触到一个取之不尽的智慧和陪伴的源泉。你发现，只要手边有一本好书，你永远不必孤单。对同伴的认可和建议的需求减少了，因为你正在接受最高水准的指导，这让你更独立、更专注，并且矛盾的是，成为你周围人更好的朋友和顾问，因为你不再从他们那里榨取智慧，而是分享你所培养的智慧。你超越了你的时代和环境的限制。当别人沉浸在新闻推送的短暂戏剧中时，你正在与永恒对话。这给了你一种当你的信息饮食只包括即时现在时无法达到的视角和宁静。你学会区分仅仅是紧急的和真正重要的，这是过好生活的秘诀之一。这5项实践之旅的结论是：认识到独处不是一个需要填补的空虚，而是一个需要培养的空间。通过与智者对话，你在这个空间里播下了最强大的种子。
你学会了独自一人，并不意味着没有陪伴，它意味着有自由选择最好的陪伴，不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通过这样做，你成为内心城堡的守护者，自己陪伴的设计师，不可动摇、宁静，并最终自由。你已经到了本指南的结尾，但这只是你真正旅程的开始。道路已经规划好，工具已经交付。你开始看这个视频时，可能感觉自己是生活的旁观者，是沉默的囚徒，对外部验证的潮汐做出反应。现在，你拥有了成为自己陪伴的设计师，你内心王国的君主的地图。记住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孤独是当你感觉自己是环境的受害者时发生在你身上的。战略性独处是你决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时选择的。沉默不再是吓唬你的深渊，而是一个你锻造力量、清晰和不可动摇的平静的训练场。现在工作是你的了，你的转变不能是被动的，它需要一个承诺，一个意志的行为。因此，作为你城堡的守护者，你的第一个任务就从这一刻开始。这不是一个请求，这是一个挑战。到评论区写下，不是为我们，而是作为与你正在建立的更强大的自己版本的一个契约。我是我最好的陪伴，带着意图输入每一个字，感受这个声明中所包含的真理和力量。这是你堡垒地基上的第一块真正的砖。如果这条信息为你的战斗提供了武器，不要保留它们，分享这个视频，为另一个在沉默中挣扎的人提供增援。订阅以继续你的训练，并点赞作为你承诺的印记。最后，我们想要认可那些坚持到最后，那些在训练中没有放弃的人。为了让我们能识别出这个军团中最专注的成员，也请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这创造了一种社区感和社交证明，同时也表明了高留存率。在评论中看看有多少其他人与你并肩踏上这同一段旅程。记住，外面的世界将继续混乱和嘈杂，但这已不再重要。在你内心，现在有了一个指挥中心，一个秩序和不可摧毁力量的地方。孤独已经失去了对你的控制力，因为你学会了使用独处作为你最伟大的武器。堡垒已经屹立，现在去统治吧。